和青梅一起回家时，我突然听见了她的心声。李艳真是烦死了，天天缠着我一起放学。那道声音毫无征兆，在脑海里炸开，清晰的像有人贴着我的耳朵说话。若非做生意需要离家的资源，我都懒得敷衍他。外面这么大的雨，也不知道沈昭有没有带伞。沈昭，那个刚转来的帅气贫困生，我记得他上周第一次出现在教室里时，全班女生的目光都被他吸引了，包括林梦。听说沈昭商的家住在城中村那边，路也不太好走，真是让人不放心，好想送他回家。唉，烦死了！如果我能找个理由甩开李艳就好了。相熟多年，我知道他一贯清冷疏离，不善言辞。我曾经以为这就是他的本性，可此刻我在他眼底看到了清晰又分明的厌恶，不是今天才有的，而是藏了很多年，终于被我捕捉到了。认识12年，他看我的眼神从来没有变过，只是我从前不愿意看懂。林梦同学，我的伞坏了，对不起，原本是不该麻烦你们的，可我怕会淋湿课本。李艳，我今天不能和你一起回家了，既然沈同学住得远，那我送他吧。那我呢？你家司机不是就在校门口等着吗？先用他的伞凑合一下，反正路近又淋不了几步。不，黎同学怎么能用这把坏伞呢？抱歉，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我跑回去就行。李艳肯定又要耍小性子，真是快受够了。从小到大，他也就仗着黎家的势力，以为所有人都该围着他转。可我真的不想再迁就他了。我喜欢的明明是沈昭，难道非要逼我说出口吗？阿昭总不能淋雨回家吧？你们走吧。沈同学，我们走吧。老张是黎家20年的老司机，从黎艳上小学起就负责接送她。黎少爷，你怎么一个人？林小姐呢？先回家吧。我靠在椅背上，眼眶有些发酸。他看沈昭时的温柔，看他时的厌恶。原来一个人可以对另一个人伪装12年。你这孩子怎么淋成这样？林梦呢？她不是每天都和你一起放学吗？你看看你，嘴唇都白了。你爸还在国外谈项目呢，要是知道了，还不得连夜飞回来？妈，我想先回房间睡一觉。刘姐，赶紧熬碗姜汤，等会儿我亲自给阿言送上去。可白天的画面却不受控制的在脑海里回放。我想起林梦面对沈昭时，嘴角勾起的浅淡笑意。原来林梦对我除了利用之外，就只剩下厌恶。相识多年，我以为她天生淡漠，对谁都一副冷冰冰的模样，直到今天才看透，原来她并不是不会表达，她只是讨厌我。那盏灯是她10岁生日时，父亲特意从意大利定制的，每一颗水晶都折射着细碎的光。可现在他看着那些光，只觉得刺眼。李艳，你是不是回家胡说什么了？今天下了那么大的雨，我只是送沈昭回家而已。你至于闹到我爸那儿去吗？林梦，你打电话来，只是为了兴师问罪，还是说，你觉得只要我家不问，你爸就不会知道今天发生的事？难道你就不能帮我解释一下？说到底，你就是耍小脾气，故意让……林梦，你做的事，我凭什么帮你兜着？你觉得你爸的消息是从我这儿来的？林梦，你爸安排了多少人？人在我们身边盯着，你心里难道没数吗？毕竟他比谁都清楚。这些年黎家送了多少项目给……说够了没？怎么？我不说，这些事就不存在了吗？这些话他从来不说，但不代表他不知道。林梦起初最不起眼，黎家扎根京氏3代，我是唯一继承人，黎家曾照顾林氏。林梦心里比谁清楚，她从来不愿承认。李艳，这段时间我不会再联系你了，你自己好好反思吧。
那通电话后，我和林梦陷入了冷战。说是冷战，其实是单方面的沉默。第二天，沈昭送早餐。第3天，老师调作。以前吵架不超1天，我会买草莓蛋糕，他吃掉就算和好。这次我没有买，也没有写纸条。直到冷战第3天，谢雨向小珍，那不是沈昭吗？怎么摔了？李艳，你干什么？不怪黎同学，是我自己走得太快了。都这样了，还替他开脱，阿昭还是太善良了。我才晾了他几天，他就找沈昭麻烦，果然还是那么骄纵。接手父亲公司后，我不会轻易放过李艳。是他自己撞上来的。行了，有什么好狡辩的？难道他自己崴伤脚就是为了陷害你？对啊，因为他知道，肯定有人不分青红皂白，像狗一样冲过来维护他。李艳，我知道你讨厌我，可你不能羞辱林同学，他只是帮我说句话。李艳，你一定要这么过分？看来这几天你还没意识到自己错在哪儿。要是觉得过分，以后也别和黎家来往了。我回去会转告父母的，你最好提前做好心理准备。黎家？哪个黎家？你傻呀！京氏黎氏集团，他爸是黎正元。林梦家不是也挺有钱的吗？有钱和有钱能一样吗？又是这样，每次发脾气都搬出家里的权势来拿捏我。哼，装腔作势。我冷他几天，最后他还得回头找我。等他过2天消了气，我一定要让他给阿昭道歉。随你，我不在乎。随你，我也不在乎。忍一下痛，我送你去医务室。重的那个在装，轻的那个在配合。冷战还在继续，但有件事更重要。父亲处理完海外业务，当晚就回了家。看看吧，这是林家递过来的。城东那个项目，你林阿姨找了我好几次，我都按下了没做决断。阿言，你觉得呢？林氏借黎家资源站稳，父亲最看不惯算计。从前因我喜欢林梦，父亲才扶持林家。爸，从前是我太糊涂了，但我现在都想清楚了，和林家的合作就到此为止吧。好，那就听你的。不过爸希望你能记住，你是黎家的宝贝，集团未来的继承人，你不需要向任何人低头。我没问父亲怎么做，父亲做事从不拖泥带水。回校后，我主动找老师，调开了座位。王老师，我想调座位。怎么了？和林梦同学做的不好？不是不好，就是想换个环境，安心准备雅思。行，第3排靠窗有个空位，你搬过去吧。终于搬走了，以后可算清静了。这次我要晾他久一点，让他长长记性。只是，他该不会趁我不在找沈昭的麻烦吧？我不会再找林梦，他以为过几天我会找他。沈昭坐到了林梦正前方，不是同桌，是正前排。他每天转头跟他说话。沈昭生日那天，林梦送了定制戒指给沈昭，太贵重了。不贵，喜欢就好。我报了出国留学的辅导班，周末开始去上课，和林梦完全不同的方向。林家递来的项目一直没有结果，宴会交约也被黎家回绝，抵押地皮还等着回血。林父终于按耐不住，老林，要不你亲自去黎家一趟？去了，人家不见，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连秘书都说李总在开会。那让小梦去。林梦，你明天跟我去黎家。我不去。说什么？我说我不去。爸，你到现在还看不出来吗？李艳就是在故意刁难我们。你越是低头，他越是得意。得意？你以为我想低头？
林家快撑不下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银行在催贷，合伙人在撤资，你大伯那边还在虎视眈眈，你要我怎么办？你去求黎燕，我已经在求了。我知道父亲说的是事实，可我不愿意承认。承认了，就等于承认他之前的选择都是错的。明天你必须去。小梦，今天谢谢你送我回家，晚安。我喜欢沈昭，这一点我曾经怀疑过，但喜欢能当饭吃吗？喜欢能让林家起死回生吗？我不敢往下想。第二天下午，林父带着林梦登门，离家别墅比林家大了2倍不止。可现在站在门口，他只觉得陌生。合作方同时撤资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肯定是黎燕私底下打过招呼。我不信黎燕真能做到这个地步，肯定是李老头给他出的招。说到底，还不是眼红我和阿昭走得近，想用这种下作手段逼我向黎燕低头。有时候真搞不懂，林家明明有家大业大，又不是离不开林氏，父亲为什么非逼着我接近黎燕？李总，这是城东项目的补充方案，条件全部从你了，您看看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林总，既然你亲自来问，我也懒得兜圈子了。这个项目我们黎家是不会注资的。此外，以往的所有合作，黎家会陆续撤资。李总，我们2家认识多年，交情也不浅，何必闹到这个地步呢？我知道您在为孩子的事生气，今天特意把这个逆女带了过来，还不快道歉！对不起，我屈尊降贵开了口，你就该顺着台阶下去。你的道歉很重要吗？是能在合作里给黎家带来利益吗？小燕，你就别和小梦置气了。你放心，叔叔一定给你做主，不会让任何人影响到2家的感情。至于那个姓沈的男学生，林家会派人。这和沈昭有什么关系？给我闭嘴！爸，你到现在还看不出来吗？黎燕根本不在乎我道不道歉，不过就是仗着家里有钱，想羞辱我们。什么联姻，什么合作，其实我都不在乎。身不由己的人生，我早就受够了。管家，送客吧。那天彻底表明态度后，父亲以项目评估未达标为由，陆续撤回了对林家的几笔资金。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决裂，就是公事公办，达不到要求就不再投钱。但林家早就习惯了黎家的特殊照顾，突然没了输血，现金流立刻崩成了钢丝。这样一来，林家的现金流就更紧张了。为了填补亏空，林父只能想办法从其他地方调用资金。这段时间忙得焦头烂额，而林梦不仅被停了生活费，在家里的处境也举步维艰。第1周，林母把林梦的信用卡额度从10万降到了2万。林梦没说什么，只是默默地退掉了几件已经加入购物车的高档护肤品。第2周，2万变成了1万。林梦开始自己带午饭，用一个白色的塑料饭盒装着前节碗的剩菜。你好节俭啊！下个月的生活费可能要减半。妈，我们家真的到了这个地步。没几天，他就忍不住在放学的时候拦下了我。他站在楼梯口，背着那个用了很久的书包。他以前每个月都会换一个新书包，这个是少数一直用着的。我从教室出来，看到他脚步没有停，他拦住了我。李燕，你这种手段还要玩多久？因为我们的私人恩怨，就让你爸在生意上刻意针对林家，你这叫无理取闹，知道吗？黎家只是出于考量，撤回了给林家托底的资金，怎么就叫刻意针对了？难道你觉得我家就应该扶贫？林梦，我爸是企业家，不是慈。小梦，对不起，全都怪我，你就别和黎大少爷吵了。还是沈昭听话，除了家世，他什么都比黎燕好。哪怕我不喜欢黎燕，父亲还一心逼着我和黎家联姻，不就是看中了他们家的权势？不过我是不会屈服的。等林家渡过了难关，
我一定要让黎燕偿还我受到的屈辱。小梦，你又未必一定需要黎家的扶持，你那么厉害，成绩又好，之前竞赛还拿了奖，我相信你靠自己也一样可以的。况且林家那么大的公司，也是靠慢慢打拼攒下的家底，又不是离了黎家不行，难道不是吗？我相信你。你说的对，我们只是商业合作，各取所需而已。林家发展到今天，又不是全靠黎家施舍，大不了我们就换人谈生意。好，那你加油吧。小梦，我就知道你能想通。林梦不知道的是，他父亲的身体也撑不住了。那些催债的电话、银行的公函、合伙人的解约协议，像一座又一座山，压在他身上。你现在就去黎家，跪也要跪到黎燕原谅你。我未来是要管理公司的，绝不会向一个男人低头。有志气，林梦当时觉得那是赞赏，后来才知道那是猎人看到猎物自投罗网时的喝彩。这番话直接把积劳成疾的林父气病了。120吗？快来人！林父这一病，林梦的大伯闻声而动，他像早已准备好一般，以代理董事长的身份迅速接手了公司，还让自己的儿子林征协助管理，把公司上下的人员来了个大换血。对外，他们宣称林梦这个不孝女为了继承公司，险些气死生父，法理难容，趁着林父脑出血，还昏迷在医院，父子俩合力把林梦赶出了林家。林梦不仅被踢出了公司，就连他父亲的病房都进不去。对不起，林小姐，没有林总的允许，任何人不能进入。哪个林总？这是我爸！现在是林明远，代理董事长。林梦从林家搬了出来，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不到30平的单身公寓。他和沈昭的争吵也越来越频繁。小梦，我相信你，没关系，不管遇到了什么困难，我都陪你一起面对。除了这些毫无作用的鼓励之外，他什么都做不了。我爸还在医院，大伯把公司掏空了，林征连病房都不让我进，我爸的血压药都在家里，没人给他送。小梦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想到办法的。你能不能别翻来覆去说这些话了？如果不能给我实际性的帮助，就让我安静一会儿，好吗？林梦，你这是在怪我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就是怪我。要是觉得我没用，你去找黎燕啊。对，她家有钱，她帮得了你，你去啊！你胡说什么？不可理喻！我说的难道不对吗？你天天在我面前发牢骚，说些我听不懂的烦恼，不就是想去找黎燕吗？林梦，从前大家都说我接近你是别有用心，是为了钱，是为了你的身份，我都充耳不闻。可你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大小姐了，和你一起承受那些风言风语，这些你都看不见吗？分手吧。好，我不欠你了。谁也没有去捡。半个月后，林父在病房悠悠转醒，可公司已经彻底变天了。公司还好吗？爸，大伯把公司……我知道，我昏迷的时候梦过这些。经历了这一遭，林梦再不复从前的叛逆，她已经不再穿校服了。辍学之后，她连校服都没有了。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卫衣，头发随便扎在脑后，脸上没有化妆，眼睛下面是深深的黑眼圈。少爷，林小姐在楼下站了半个小时了，怎么劝都不走。算了，我去应付她吧。有些事还是当面彻底说清为好。谢谢你还愿意见我。别误会，我只是好奇你想说什么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过去的事是我对不起。怎么，是发现沈昭帮不上忙，所以回来找我？不是的，你误会我了。我知道事到如今，林家的问题已经不仅仅出在资金上，今天来也不是奢求黎家的帮助。李燕，我是真的觉得抱歉，对前段时间的行为感到后悔，仅此而已。不知何时，我竟听不到他的心声了。我发现从某一天开始，那个读心的能力消失了。也许是沈昭说的积分用完了，也许是因为我不再需要了。不管怎样，只能现在看到他的表情，听到他的话，而无法窥探他的内心。但这不影响我做决定。林梦，你道歉不管是为了什么，我都选择不原谅。从前倚仗着黎家的势力，你已经享尽了便利，那时你不珍惜，到如今走投无路了才后悔。
但我告诉你，离家不是你的退路，我也不是什么废物都收的垃圾桶。言尽于此。李燕，希望你今后也别再出现了。如果持续对我的生活造成困扰，我不介意给林家的生活再增加点难度。文章讲的是关于沉没成本的心理学概念。人们往往因为已经付出的代价而无法及时止损，最终越陷越深。我想到了林梦，她为我付出了什么？12年的时间。不，她从来没有为我付出过任何东西，她只是在利用我。而我差一点就成了那个沉没成本谬误的受害者。好在我醒得够早。林父一边要应付催债，一边要和自己的哥哥打官司。没多久，林家实在撑不下去，申请了破产清算。因为和林父的争吵，林梦辍学后就消失了。有人说她去了南方，有人说她嫁给了一个小商人，也有人说她在某个城市的便利店打工。不久后，沈昭也提出了转学。在转走之前，他主动约了我。一杯拿铁。谢谢。如果还是关于林梦的，那你大可不必开口了。你能这么清醒，我这段时间的努力也不算白费。我手中的动作顿住，一时有些回不过神。李燕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这个贫困生为什么能来贵族学校？老师提起过，学校会特招成绩卓越的。那我的成绩真的卓越吗？李燕，你不用再想了，我是传书者。即便只是作者设定里的背景，但原来的沈昭确实成绩优越，才被免学费招进了这里。转学后，他迅速吸引了女主林梦的注意，又放不下离家带来的帮助，就这样在你们两个之间摇摆不定，直到林梦和你走向联姻的那一刻。沈昭家中出了变故，消失了5年。5年后，男女主久别重逢，而林梦已经通过联姻执掌大权。为了报复你，他不仅吞并了黎氏的财产，还让黎家背上了巨额债务，气得黎总卧病不起。黎燕，假如我没穿书，假如你没听到林梦的心声，那就是你的结局。心声，你怎么知道我能？这是我用积分为你兑换的能力。如果你听不到心声，态度未必这么坚定，林梦也不会彻底撕破脸。积分、兑换、穿书，这些词从沈昭嘴里说出来，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自然。谢谢你，李毅，你聪明优秀又家境优渥，不是为了和林梦这种烂人纠缠在一起的。原主沈昭虽然是个恋爱脑，但也上进刻苦，她不会知道这一切的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我在书里读到你的结局的时候，觉得很不公平。你什么都没做错，只是喜欢错了人。我喜欢公平。对了，听说你要出国留学了，祝你一切顺利。沈昭转学后，我也再没听到过林梦的消息，生活终于彻底平静了下来，没有了林梦的干扰，没有了那些乱七八糟的心声，我的世界变得安静而高效。没多久，我收到了梦校的录取通知书。儿子，妈就知道你行。父亲希望我进修完课程，回国后就能慢慢接触集团的业务。阳光从航站楼的落地窗照进来，把整个大厅照得通明明亮。到了记得打电话。知道。每天都要打。妈，有时候有时差。那也要打。妈，你跟爸注意身体，爸高血压，药要按时吃。你腰不好，别老弯腰打扫卫生，让刘姐做。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。到了那边别省钱，该吃吃该喝喝。去吧。这孩子怎么都回头看一眼？他要是回头了，你就该哭了。我靠在椅背上，看着飞机穿过云层，阳光从舷窗照进来，刺得人眼睛发酸。窗外是无边无际的蓝，像一张崭新的还未落笔的纸。脑海里闪过很多画面，然后所有的画面都慢慢淡去了，内心前所未有的宁静。南方某座2线城市的角落里，有一家24小时便利店。深夜11点，街上的行人已经很少了。一个穿着蓝色工装的女人站在收银台后面，机械地扫描着商品上的条形码。如果有认识她的人经过，大概要花好几秒才能认出这是林梦。一共34.8块，扫码还是现金？
那时候他刷一张信用卡买一只包的价格，够他现在在便利店站半个月。他想起那个雨天，他站在教学楼门口，我在等他，那把黑色长柄伞往他那边偏着，半边肩膀淋在雨里。那个时候他在想什么呢？林梦垂下眼睛，把那条新闻推送划掉了。雨水顺着便利店的玻璃门往下流，模糊了外面的霓虹灯。我出国的目标从第一天就无比清晰，用最短的时间拿最有用的学位，然后立刻回国。一起去酒吧？不了，我还有事。你不觉得可惜吗？好不容易出来一趟。没什么可惜的，我出来不是为了看风景。别人用2年读完的硕士课程，我用1年就修完了所有学分。 You're top of the class. Just wondering, why do you never take part in any after-school activities? Because all my extracurricular commitments are back in my home country. You're the most dedicated student I've ever known. All the best. 毕业典礼那天，我穿着黑色学士袍，站在学院门口拍了一张照片。毕业了，明天回国。妈给你做红烧肉。回国的航班上，我闭上眼睛，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：从今天起，我不再是黎家的少爷，而是黎氏集团的副总裁。直接来集团，董事会等你。黎少爷，这边。先去集团。我回来了，这一次我不会让任何人看清。我从机场直接赶到集团总部。今天的议题只有一个，任命黎燕为集团副总裁，分管战略投资部。李总，小黎总才20出头，没有全职工作经验，一上来就管战略投资部，是不是太快了？是啊，投资部管着集团几十亿的盘子，不是闹着玩的。第一，欧洲收购案。我在国外期间，实地考察了目标工厂，提供的现场情报让集团压了15%的收购价，节省6000万欧元。第二，城东项目的前期调研，我分析了3个版本的可行性报告，最终被集团采纳，预计投资回报率比原方案高出12%。第三，林家破产后，他们的优质客户资源有70%流向了市场，我已经完成了其中45%的客户的初步接洽，合同草稿在这里。行，我没意见了。上任第一天，我没有搞就职严状，而是挨个找部门员工谈话，23个人，每人15分钟。我要知道谁在干活，谁在摸鱼，谁在吃里扒外。进来，小李总，有件事我得跟您说，部门里有人吃里扒外。小陈跟恒通事业的人走得很近，恒通的老板姓钱，是黎明远的拜把子兄弟。证据。小陈把城东项目的底价通过私人邮箱发给了恒通，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。明白。来公司几年了？3年。小李总，3年里有没有做过对不起公司的事？没有。小李总，我可以解释。不用。主动辞职，补偿N+1算，这是最后的人情。听说了吗？小陈走了，小李总让他主动辞职的。有人说小李总杀伐果乱，有人说他太狠。我不在乎，我在乎的只有一件事：黎氏集团不允许有任何一个吃里扒外的人。小陈离职的事在集团内部炸开了锅。小陈走了，小李总真狠。等着瞧吧，后面还有好戏。小李总，小陈的事儿处理得干净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他背后的人会不会报复？他背后的恒通的老钱，小陈给恒通送了多少情报，老钱心里有数。你现在把小陈踢了，老钱肯定会慌。我要的就是他慌，人一慌就会出错。你爸当年也是这么说的。张叔，帮我约老钱吃个饭，就说明天晚上我做东。你要摊牌？不，我要给他一个机会，抓还是不抓，让他自己选。这份东西你什么时候？远程找人查的。恒通通过7家壳公司向林震的海外账户转移了将近3000万，这些转账记录每一笔我都有。那你为什么不动他？因为我要的不是他一个人，我要的是整个林家，在商界再无立足之地。小李总，久仰久仰，您回国的事儿我早听说了，年轻有为啊。钱总坐。小李总，听说您最近在梳理供应商名单，我们恒通跟黎氏合作了2年，从来没出过问题。钱总，3年不是2年。对，3年。3年里，恒通从黎氏拿了多少钱的项目？这个
大概2个亿吧。2个亿，拿了2个亿，还要从我的人手里偷底价。钱总，你这生意做得挺精啊。小李总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2个选择：第一，终止与黎氏的所有合作，赔偿违约金，3年内不得进入这个行业。我手头的证据不交给金针。第二，我把这些东西交给金针，你选。我选第一个。好，张叔，合同准备好了，让他签。钱总签了和解协议，恒通推出了黎氏的供应商名单，但我没有就此罢手。老赵，钱总的上线是谁？钱总的上线，他直接听命于林征。林征人在国外，但他的资金往来都是通过林明远在国内安排的。林明远？对，林家破产后，林明远表面上一无所有，实际上他在海外藏了不少钱。林征的那些壳公司背后都是林明远在操控。能把林明远也拉进来吗？可以。钱总的转账记录里有3笔是直接打给林明远的，但需要时间。多久？2周。我给你1周，1周之内把林明远涉案的所有证据整理好。我要的不是抓一个小篓子，我要的是把林家最后一颗钉子也拔掉。明白。等我今后接手了父亲的公司，绝不会轻易放过李烨。现在角色互换。1周后，老赵把完整的证据链交到了我手上，钱总的转账记录、科公司的工商信息、林征海外账户的持有人证明、林明远受益转账的邮件全部齐全。我把材料分成2份，1份交给经侦大队，1份通过律师递交给了有关部门。林征涉嫌职务侵占、洗钱等多项罪名，涉案金额高达2亿3千万。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，林明远作为同谋，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；其父林明远作为同谋，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。林征的事你做的？我只是递了证据，抓人的是法律。你知道林明远被抓之前说过什么吗？什么？他说，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当初没有把林氏集团的核心资产藏得更深。他到死都不觉得自己做错了，只是觉得自己输在了运气上。爸，你觉得我做错了吗？你做错什么了？林家已经破产了，我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？阿叶，商场上没有赶尽杀绝这回事，你不拔掉他们的根，他们缓过气来，第一个反咬的就是你。林明远在国外藏了那么多钱，你以为他想干嘛？他想东山再起，他想卷土重来，到时候第一个倒霉的就是黎家。我明白了，你没有做错，你只是做了一个继承人该做的事。城东项目是黎氏集团未来5年的核心工程，工期3年，预算40亿，目标 IRO 15%。谁有问题？小李总，按照目前的材料价格 ，IRO 最多做到12%。材料价格我已经找人重新谈了。水泥和钢材的采购合同我换了供应商，单价压低了8%。另外，住宅部分的前期预售方案改成分批入市，先开2栋楼回流资金，再用回笼的资金滚动开发下一批，这样资金成本能降低1.5个百分点。小李总，您这功课做的也太细了。做项目细节决定成败，还有什么问题？那就按这个方案执行。散会。40个亿，3年时间，无数人的心血，这一切都将从这把泥土开始。项目开工2个月后，合作方华总突然提出变更要求。小李总，我觉得商业综合体的外立面应该改成石材干挂，玻璃幕墙太普通了，没档次。石材干挂比玻璃幕墙贵多少？大概1200万。这笔钱谁来出？当然是项目共同出资，咱们5-5开嘛。您觉得年轻人更喜欢玻璃幕墙，还是石材干挂？石材干挂显档。年轻人不吃档次这一套，他们吃网红风。玻璃幕墙配灯光秀，拍照出片，发朋友圈有面子。石材干挂太老了，像政府大楼。小李总，我做了20年地产。华总，您做了20年地产，应该比谁都清楚。变更意味着工期延误，
每延误1天，损失是多少？您心里有数。维持原方案是对项目最负责的决定。行，小李总，听你的。小李总，您刚才好刚。不是我刚，是数据在我这边，谁的数据硬，谁的声音就大。项目进入地下工程阶段后，我每周至少去3次工地。我父亲教过我，做项目光看报表不行，必须去现场。账面上的数据和现实永远是2回事。这批钢筋什么时候进的？大概2周前。2周就生锈了。抽检这批钢筋，结果出来了，这批钢筋不符合国家标准，是施工方为节省成本采购的劣质材料。小李总，这真的是供应商的问题，我们也是被坑了。合同第10条，施工方采购的所有材料必须提供合格证明，并接受甲方抽检。这批钢筋没有合格证明，你们就用了。按合同第23条，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，并追究违制责任。2个选择：第一，全部更换合格钢筋，工期延误的费用由你们承担，再扣工程款的5%作为违约金；第二，解约。我们换！3天之内把不合格的钢筋全部清退，我会安排人复查。小李总有他爸当年的风范。父亲把那条消息截了图发给了我，没有配文，只有一个句号，但我知道那个句号的意思是不错。季度总结会上，我第一次以副总身份做工作报告，台下坐着集团所有高管和子公司负责人，加起来40-50人，有人期待，有人观望，也有人等着看笑话。各位同事，下午好。第一，清理了内部违规人员1名，优化了部门流程，合同审批时间从平均5天缩短到2天。第二，完成了3家新供应商的引入，采购成本整体下降6.3%。第三，城东项目地下工程完成40%，进度超前1周，质量全部达标。未来3个月，第一，启动城东项目招商工作，目标是签约率30%以上。第二，对接政府相关部门，争取产业扶持资金。第三，启动对南方某地产公司的收购谈判，全场死。小李总，集团什么时候说要收购了？现在说的。南方那家地产公司手里有3块核心地段的地皮，总价值超过20亿，但他们资金链紧张，撑不过半年。现在谈，我们能压价，等半年后他们撑不住了再谈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收购的事儿，你什么时候跟你爸商量的？上个月，他在书房里骂了我半个小时，说我野心太大。然后第2天一早，他说去谈吧。你们父子俩一个比一个狠。3块地皮全是核心地段，18亿已经是友情价了。赵总，您这3块地皮有1块的产权还有纠纷，原来地块上的拆迁户还没签完协议，按照市场惯例，这种有瑕疵的资产要折价20%。那是小问题，3个月内就能解决。那我们就等3个月后再谈。等等，小李总，您开个价。14亿，现金一次性付清，不拖不欠。14亿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赵总，您的资金链还能撑多久？3个月、半年？银行那边催贷的电话，您1天能接多少个？14亿是目前市场上唯一能一次性付清的报价，您考虑考虑。我等您3天。小李总，如果他不同意呢？他一定会同意，因为银行给的最后期限是下个月15号，他没有时间了。赵总，14亿成交。好，我让人准备合同。消息传回集团，董事会全体震动，40亿的收购项目被我压到了14亿。小李总，我服了。城东项目进入招商阶段，我亲自操盘，花了2个月时间，梳理了全国各大品牌的拓展计划，筛选出最匹配的120家目标商户。各位，下午好。城东项目的核心卖点不是地段，不是规模，而是精准。这里居住着12万人口，平均年龄31岁，家庭年收入中位数42万。他们需要什么？不是奢侈品，不是大卖场，是高品质的日常消费。消费偏好、品牌认知、价格敏感度、复购率，我们要做的是一个为这群人量身定制的第3空间，工作家庭之外的第3个去处。
李总，您这么年轻就操盘这么大的项目，压力大吗？压力大，但我的团队比我压力更大。来了，坐。这酒是你出生那年买的，本来打算你结婚的时候开，今天提前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今天做这件事比结婚更值得庆祝，敬你。爸，我有件事想问你。说，你当初有没有想过我会失败？想过。你刚接手投资部的时候，我想过你可能搞不定老周，可能被小陈坑，可能被华总牵着鼻子走，可能在招商会上出洋相。那你为什么还让我做？因为失败也是一种成长。我不服你学自行车摔了多少跤，你自己爬起来，现在骑得比谁都好。做生意也一样，我不可能替你摔跤，有些跤你得自己摔。不过你摔的跤比我预想的少多了。城东项目如火如荼地进行着，我的生活被会议、报表、工地和应酬填满。小李总，前台收到的没有寄件人，只有您的名字。李燕，听说城东项目招商很成功，恭喜你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告诉你，我回国了，不是回到你的城市，是回到我父亲所在的城市。我在那边开了一家小公司，做跨境电商，规模不大，但能养活自己和我爸了。你不必回复这封信，我也不会再打扰你。我只是想说，你当年说的那句话是对的。我现在自由了，谢谢你。小李总，10点钟的会你应该过去了。好，那封信我没有回复，不是绝情，是不需要。有些人，有些事，最好的结局就是相忘于江湖。招商大会的成功让城东项目一跃成为行业焦点，签约品牌从最初的41个增加到68个，出租率达到了92%，远超同期任何一个新开商业项目。小李总，你知道现在外面的人怎么说你吗？怎么说？他们说黎家出了个小狐狸，比他爸还精。那是夸我还是骂我？当然是夸。你爸当年被人叫狐狸，后来成了行业标杆，现在轮到你了。远达的老板姓孙，和我爸斗了20年，从来没赢过，也从来没服过。提议的内容很简单，远达想要入股城东项目的商业部分，出价8个亿，占股30%。爸，远达的孙宗想入股城东，你怎么看？你觉得呢？城东不缺钱，不需要入股，但他手里有一块地，跟我们的下一个项目紧挨着。如果他愿意把那块地拿出来合作，我可以让他入股城东。你比我会做生意，去谈吧。你就是黎正元的儿子？是。你爸跟我斗了20年，从来没赢过我。孙总，我爸跟我说的是，他从来没输过。有意思，说吧，城东的项目你什么条件？城东项目我们可以合作，但我的条件不是钱。孙总手里这块地正好挨着我们的下一个项目，如果您愿意把这块地拿出来，2家联合开发，城东的股份我可以给您25%。你知道这块地我握了5年，就是为了等你爸的下一个项目。我知道。那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拿出来？因为您捂了5年，地价涨了3倍，但您还是没有开发。为什么？因为单靠远达一家，这块地的商业价值只能发挥60%，2家联合才能做到100%。这小子比你爸还会算账。30%的股份，这块地我出。25%，不能再多。28%。26%，最后一口价，成交。小李总，您怎么知道他一定会答应？因为他是商人，商人永远知道什么是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。醒了，刘姐给你留了早饭，在微波炉里。妈，我今天不出门了，在家陪你。你爸说你最近瘦了。没有，是肌肉。少骗我，你小时候圆乎乎的，多可爱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
以前你总围着你那个林梦转，妈看着心疼，但不敢说。你现在有自己的事业，有自己的主见，妈放心了。妈，我一直都有主见。你那叫主见，那叫犯傻。不过没关系，谁年轻的时候没犯过傻？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你们父子俩聊，我去看看刘姐的汤。你妈是高兴，你知道她高兴什么吗？高兴我终于不再让她担心了。阿燕，你做得很好，但你记住，身体是第一位的。集团的事可以慢慢来，你还有几十年。我知道，这是我回国后第一次在家里待了整整1天，没有会议，没有报表，没有谈判，只有母亲的红烧肉和父亲泡的那壶茶。各位，我今年62了，在商场上拼了40年，够了。从今天起，我将卸任黎氏集团董事长一职，由我的儿子黎燕接任。同时，我保留集团名誉董事长的头衔，但不参与日常经营决策。李总，这是不是太快了？小李总才20出头，他20出头已经做成的事比很多人一辈子都多。城东项目、盛华收购、远达合作，哪一件不是他亲操盘的？说两句。我不会说我一定能做得比我爸更好这种话，因为没有人能比我爸做得更好。但我可以承诺一件事，我会用我全部的精力和心血，守住黎家3代人打下的江山，并且让他走得更远。谢谢各位的信任。小李总，恭喜，我服了。谢谢王叔。正式接任董事长的第1天，我一个人来到顶楼观景台。我想起几年前的那个雨天，我站在学校门口，浑身湿透，看着林梦和沈昭的背影消失在雨帽里。那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失去了全世界。现在我站在这里，脚下是我参与建起的一座城。有些人的离开，不是你的损失，而是他的损失。有些路的尽头，不是绝路，而是新的起点。阿言，晚上回家吃饭吗？刘姐做了你爱吃的糖醋排骨。回。远处，城东项目的灯光秀正在上演，整栋建筑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发光体，在城市的天际线上熠熠生辉。那是我的作品，但不是我的终点。我的征途是整个行业，是星辰大海。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，观景台上只剩下一盏灯亮着，就像我的人生曾经被大雨浇透，但那盏灯从来没有灭过。